宁安、如梦三位恶毒女配结局，最惨的竟是机关算计的她。1点尤月，尤家虽也是世家，但手中并无实权，所以就是个好看的空架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远伯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嫡女尤月身上，想借她嫁给临淄王来重现尤家辉煌。但尤月的性子跋扈有余，城府不足，不仅打算溺死义母妹尤芳银，更是在宫中伴读时给姚熙出了个辱人名节的退婚主意，而惹得江雪宁不快。被宁儿按着收拾了一顿的尤月并没有收敛，所以江雪宁设计尤月和尤芳银被新武卫抓走，不仅使得芳银看透尤家，还逼着清远伯耗费家财救出了女儿，诱骗尤月入股认为制的盐厂，之后盐厂失火。江雪宁借假薛定妃之名从清远伯手里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尤月手中盐厂的所有股份，之后盐厂被尤芳银盘活，股价一飞冲天。尤月听说此事后，本以为自己发了财，但在听到父母居然替自己将股份卖出后，一时承受不住打击，磕到了脑袋，变得疯疯癫癫。姚熙，上一世的姚熙差一点便嫁给了张遮，但因为自己的私心，悔婚还不算，还叫人散播了张遮克妻的谣言，气得张遮母亲大病一场。重来一世，因着江雪宁的介入，关于张大人的不好言论并没有传播出去，甚至姚熙还渐渐地对张遮暗自心动，但张遮心中只有娘娘，所以依旧与其退婚。在薛叔的挑拨下，姚熙开始认为张遮退婚是受了江雪宁的指使，所以恨上了宁儿。薛叔一直想当皇后，但沈郎的秦贵妃有孕，若是皇子，那薛叔与后位将彻底无缘，因此他设计了一出一弹三鸟的好戏。他和太后邀请姚熙、江雪宁等人赏花，秦贵妃作陪，准备在这场宴会上谋害皇嗣。但宁儿得江雪慧提醒，避开了泼天的祸事，姚熙就没那么好运了，被吓着撞向秦贵妃。但薛叔的计划却因江雪慧挺身而出落空，同姚熙被逐出伴读之列。薛叔，第一世的薛叔绝对是顺风顺水，靠着定国公府与太后姑母，虽没登上后位，却成了皇贵妃，还有了身孕。但第二世的薛叔就没那么好运了，因为江雪宁的掺和，她嫁给临淄王无望，更是被逼着替乐阳长公主和亲。为了给自己谋一条生路，她将家族脸面抛下，去向沈郎自荐枕席，成了贤妃娘娘。但作为薛家女，薛这个姓氏就是她的催命符，最终也难逃一死。宁安如梦居然也有晚晚泪倾，你绝对想不到，整部剧中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一身清正却锒铛入狱的张遮，也不是远嫁和亲却身死异乡的乐阳长公主沈芷依，而是这个两世都不得善终的傻姑娘。第一世的尤芳银对江雪宁无比的忠心，哪怕宁儿逝世，芳银也陪着她囚禁，为她筹谋离开之路，更是舍命断后。但在原著中，上一世的尤芳银其实早就换了心思，当初溺水时，真正的尤芳银早就死了，取而代之的这个现代灵魂，他靠着上帝视角成了首富，不仅给宁儿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成了他最后时光里的救赎。所以第二世的宁儿才会去尤府的赏菊宴，为的就是再看看芳银，但却意外撞见了尤芳银被俩嬷嬷按在水里。其实宁儿是犹豫过的，因为他其实知道上一世陪伴自己的芳银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原主身死，他才能来到这里。所以江雪宁想过袖手旁观，想再见见他，而且另一个尤芳银善于经商，还会成为自己的依仗。但真到了原主快要溺死之时，江雪宁却再也忍不住了，出手相救。江雪宁明白，另一个尤芳银自由洒脱，他并不想来到这里，上一世却被迫和自己锁在红墙当中，所以这一世宁儿愿意放他自由。而因为对原主尤芳银的出手相助，江雪宁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一道光。为了帮他摆脱侯府庶女身不由己的命运，宁儿利用重生优势指导他炒生丝学习经商，而芳银也是不负所望的帮宁儿赚了一大笔钱。后江雪宁赴边关救公主，芳银便跟着押送粮草，还听从宁儿的安排，靠着假结婚离开尤家，去蜀中经商。虽不是穿越女，还是成了江南首富，但在边关之时识破了周银之对江雪宁的背叛，而惨被杀害。
但在方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还是自己能不能见江雪宁最后一面。大雨之中，他被江雪宁抱在怀中，气息奄奄间告诉宁儿，自己被按在湖里时，曾见过一个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尤方银一直明白，宁儿透过他在看另一个人，所以一直努力，不愿让江雪宁失望，就连最后一句话都是问宁宁，我有没有他做得好。哭死了，已经准备暗杀周银之了。都说了男二不要找那么帅的，怎么就服涂原导演听劝呢？哎，观众说的话，导演们那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啊。宁安如梦，你男二男三但凡没那么帅，我也不会意难平啊。张遮可不只是江雪宁的白月光，也是我的呀。虽然刘子行确实可恶，但张大人的却貌美呀。张遮本来一生清正，但却因为江雪宁身陷囹圄，最终自尽于狱中。第二世的张遮带着记忆重生，却再也无法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所以在面对江雪宁的疯狂追求时，一句娘娘就让宁儿便明白自己与他再无可能。不过11和刘子行是有点相克在身上的，都3世了依旧比王星月当年挂的锁都白挂了呀。除了张遮，鲜衣怒马的燕林还让我想起了另一位燕姓故人。燕洵给楚乔的偏爱一直是明目张胆的，但可惜两人立场不同，终究是要分道扬镳。但还好燕林虽然没有得到宁宁的爱，却在第二世保住了自己的家人，这一生也算是完满。